曹丕悄咪咪地解开三国第一美人甄宓的衣服，将所有男人想做的事都做了一遍。醉酒的甄宓迷糊中把眼前的曹丕当成了曹植。他做了一个梦，梦中他与曹植巫山云雨，好不快活，一往情深神女梦，可惜襄王非玉郎。第二天清晨，甄宓还未醒来，曹丕看着熟睡中的甄宓，忍不住亲了她一下，并将她手上的玉镯取下来，当作定情信物拿走了。丫鬟紫嫣见小姐满脸羞涩，瞬间明白了昨晚发生的事。甄宓叮嘱紫嫣此事不可告诉他人，不然人家会以为她是个不守节义的随便之人。就在这时，曹植前来探望甄宓，甄宓满脸羞涩，让紫嫣传话：小姐还在宿醉，还没有起床呢。宿醉？要不要紧？昨夜都是我不好。本以为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。1个月后，甄宓突然呕吐不止，郭孝找来大夫为其诊脉，这才得知甄宓已经有了身孕。甄宓误以为孩子是曹植的，让郭孝替他保密，千万别把这件事说出去。郭孝不得不说出事情的真相，并将丢失的玉镯拿出来，这才得知那晚醉酒走进他房间的是曹丕，并非曹植。甄宓听后顿感晴天霹雳，未婚先孕不说，怀的还不是心上人的孩子。甄宓感觉没脸再去见曹植，他连忙找到曹丕求证，事实确实如此。曹丕表示只要能与甄宓结连理，任何条件他都会答应。甄宓要曹丕放弃世子之位，等孩子出生以后再嫁给他，并且还要将郭孝纳为偏房。曹丕全都答应了他。而曹植这边几日不见蜜姐哭哭啼啼，没有一点男人样。由于按耐不住内心的思念，来到朝堂请求父亲赐婚。在母亲的帮持下，曹操也同意甄宓改嫁曹植。大暖男高兴得合不拢嘴。此时曹丕气冲冲地赶来：父相，甄宓爱的是孩儿，孩儿和甄宓才是相爱的。曹植一脸懵逼，曹操也是气愤不已，和着兄弟俩轮着来绿我。无奈之下，只好请甄宓做出最后的选择。途中郭孝好言相劝，已经怀了曹丕的孩子，如果再嫁给曹植，你让三公子以后怎么做人？甄宓也不知如何选择，一边是心爱的男人，一边是孩子他爹。犹豫许久，甄宓做出了最终选择。甄宓心中只有大公子曹丕一人。此时曹植眼冒绿光，甚至还对大嫂纠缠不休。大哥一声训斥：放肆！曹操的老脸丢到家了，随即决定3个儿子择日成婚。没过多久，3对新人在父皇的安排下同时举办婚礼。看着自己的心上人嫁作他人，曹植衣着华丽却满脸忧伤。拜堂之时，甚至多看一眼都是罪。转头一瞧，发现受伤的并不只是自己，还有那可怜的崔丽。明知丈夫不爱自己，也要委屈的拜堂成亲。李成送入洞房之时，两人眼中仍放不下爱意。曹植悲痛欲绝，连站都站不稳了。曹丕终于得到爱人，高兴的不行。怎料甄宓却以怀孕为由将曹丕拒之门外，让他去陪郭孝。紫嫣劝甄宓不管怎么说，曹丕对他真的很好，既然他们都各自成婚了，就应该快乐，不要对曹植念念不忘，不然对不起曹丕，也对崔丽不公平。而曹植这边一人独自饮起了交杯酒，崔丽最无辜，新婚之夜独守空房不说，还要给丈夫腾出屋子。曹植却不识好歹，称自己要去外面吹吹风，却遇到了同样来散心的甄宓。曹植顿时欣喜若狂，他拉着甄宓到相思石处，捧着甄宓的脸，两人均已落泪。甄宓突然清醒，称他们不应该见面。曹植追问为什么，一个大嫂一个小叔子，你说为什么？甄宓让曹植忘了他，可真心相爱的两个人又怎么会忘得了？看着曹植离去的背影，甄宓流下了伤心的泪水。第二天一早，新媳妇前来给婆婆敬茶，曹夫人嫌甄宓是红颜祸水，不愿多瞧她一眼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们曹家魏王的媳妇。我希望你可以谨言慎行，做一个贤德的大嫂。儿媳会谨遵婆婆教诲。曹丕让他去拜见众姨娘，七姨娘笑着说让甄宓千万别忘了是自己和郭孝成全了他的美好姻缘。回想起那晚发生的事，甄宓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这一切都是七姨娘和郭孝在暗中作梗，才让曹丕趁虚而入。不久之后，崔丽一人前来请安，同样是儿媳待遇却天差地别。曹夫人询问曹植怎么没跟他一起来。回婆婆的话，子建昨晚上喝醉了，媳妇叫不醒他，所以先醒过来给婆婆请安。没关系，子建最近身体不好，就让他多睡一会儿。来，婆婆祝你们早生贵子，百年好合。谢婆婆。然而没过多久，甄宓和曹植又在后花园偶遇，看着醉酒的曹植，便将身上的披风拿下来给曹植披上。曹植见到甄宓，激动地握住他的手。甄宓为了避嫌起身就要离开，却被曹植拦了下来。他抓住甄宓的裙子，述说着这些天对他的思念。此时的甄宓早已泪流满面，情到深处之时，两人拥抱在了一起。这一幕刚好被赶来的曹丕撞见。你们在干什么？曹丕一声怒吼，吓得两人连忙分开。他走上前，直接给了曹植一耳光。光天化日之下，竟敢给自己的亲哥戴绿帽子。甄宓还在一旁不停地给曹植求情，气得曹丕伸手就要打他，最终他还是下不了手。郭孝则在一旁说起了风凉话：你看他们俩多么的亲密，多么的关心对方啊！孤男寡女相约在这个花园，谁知道你们接下来要做什么了呀？结果却被曹丕扇了一耳光，并带走了甄宓。
曹丕回到家后，本想收拾甄宓，却被丫鬟拦住，称小姐还怀着身孕呢。曹丕看着腹中的孩子，脸都气绿了。他指责甄宓不贞，紫嫣让他摸心自问，甄宓怀的是谁的孩子？这才打消曹丕的疑虑。他要甄宓答应自己，从此以后再也不与曹植相见。甄宓答应了。很快就到了甄宓临盆的日子，曹丕在屋外焦急万分，丫鬟急得手忙脚乱，产婆也慌了。她越喊力气越小，怕不是难产。曹丕看着甄宓如此痛苦，发誓以后不让她怀了。现在只想甄宓平安。郭笑镀红眼，凭啥人家生娃都正常，就你那么矫情？伴随着一声啼哭，甄宓生了，是个儿子。曹丕满是欢喜，顾不得孩子直奔房内。郭笑则是一脸不屑，随后又是假惺惺的想抱孩子，却被紫嫣躲开。看你这样也不怀好意。丫鬟则是一把夺过孩子，紫嫣想去抱回孩子，却被郭笑拦了下来。主仆俩又要使坏，先是对孩子一顿夸赞，侍卫都要看不下去了。随后仔细端倪一番，又说长得不像曹丕。那你觉得他长得像不像三公子啊？曹丕则是没空搭理，坐在床前心疼甄宓。郭笑见状想进去看一看，却被侍卫拦了下来。就连侍卫都知道你要使坏。而曹植这边听说甄宓生下孩子，刚想奋笔疾书，却连纸上都是甄宓的脸，他真是又恨又喜。随后就唱跳 rap 起来。最可怜的就是崔丽儿，别人生孩子，丈夫却跟着瞎掺和。然而她在曹植面前不哭不闹，反而安慰起他。看着襁褓中的孩子，郭笑开始在曹丕面前使坏。子桓呐，你看看你的儿子，别人是因为奉承，说他长得像你，可是我却不觉得。你不觉得瑞儿更像一个人？这可把曹丕气坏了。原本就怀疑孩子不是自己的，现在郭笑又添油加醋，曹丕气愤不已。他再三询问甄宓，孩子到底是不是自己的？好啊，那晚都是你干的好事，现在却还怀疑孩子的父亲。甄宓上去就是一巴掌，曹丕抬起手臂却舍不得下手，两人干愣着站在原地。出去！我再也不想见到你。郭笑却在一旁嘲讽起来，被侮辱的感觉怎么样？隔天刚出月子的甄宓得知曹植病了，非得半夜来探望曹植，却没曾想被郭笑跟踪，真是可怜了崔丽。见丈夫和别的女人约会，不哭不闹不吃醋，还带上房门在外望风，正经话没说几句，两人站在一块就是哭。郭笑得意坏了，悄悄把房门锁上，转身就来到曹丕面前告状。没想到曹操也在，曹操听后暴跳如雷，随后带人前去捉奸。崔丽前来报信，却发现房门已锁上，于是他又转头跑了回去。他为了拦住曹操，一屁股坐在了龙椅上，只见他浑身颤抖。曹操看到后怒火冲天，把崔丽从龙椅上拽了下来，一手甩开并把他踹倒在地。崔丽也没有解释什么，将这个贱人拉下去，立即处死。曹操被气得头痛欲裂，躺倒在椅子上面。郭笑带着曹丕正在赶来，好不容易把门砸开，两人还拉拉扯扯不着急走，非得唠两句。前脚刚走，曹丕便赶了过来，一脸的捉奸相，可是搜了一圈也没看到人影。郭笑有些懵了，这房门明明是我锁的呀。曹丕也是心知肚明，于是开始冷言嘲讽起来。你俩偷情倒是小事，可是你的妻子为了保护你，已经被关入大牢，即将被处死，真是句句扎心啊。曹植也瞬间崩溃，卞夫人苦苦请求曹操不要杀儿媳，可是曹操心意已决，愣他们怎么求情也没用。崔丽身穿白衣，脸上身上全是伤，刚要准备上吊，曹植终于赶了过来。夫妻两见最后一面，两人紧紧相拥，哭得已经泣不成声。卞夫人也赶了过来。婆婆，崔丽不孝，不能恪尽懿旨，以后不能每日请安了。卞夫人痛哭流涕，她十分不舍这样的好儿媳。曹植闹着要去请求父亲原谅，却被拦了下来，这样只会让曹操大发雷霆。崔丽为了不连累大家，一头撞向狱中的石头。可怜崔丽以这样的方式离开，回想起两人曾经也算是郎才女貌，可是真心一直被辜负，就连死后也为丈夫着想。敢问这样的女人谁能不爱？而曹丕这边却一心想着甄宓，他想让甄宓当世子妃，可甄宓却10000个不愿意。他的心里只有曹植，恨得曹丕甩手就想一巴掌。此时的他恨透了曹植，他在一天甄宓就不属于自己，恨不得现在就把他杀了。而另一边，曹植跟着曹操出征，甘愿放弃权位，得知儿子受尽委屈，瞬间心痛不已。曹操临死之前，担心曹植被人欺负，于是立下遗书，废除曹丕世子位，立曹植为王，并且把手下的兵符交给他，只要他一声令下，几十万人马愿意跟他杀回许都。可是曹植天生懦弱，现在还想着甄宓会受到牵连，于是把遗嘱一把丢进火坑。真是烂泥扶不上墙。悍将许褚被气得吐血，曹操恨不得跳起来打醒这废物。就这样，曹丕立马上任，成为新一代魏王。上位之后，首先收拾的就是曹植，立马把他贬为安乡侯，让他去流浪。临走之前，还不忘和甄宓拉拉扯扯，大庭广众之下哭唧唧的，没有一点男人样，真是越想越气。